19歲詠春拳女傳人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禍，2秒6拳打碎日本女拳王頭骨。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女子拳擊大戰的現場。好，那這場比賽可謂是非常精彩了啊！因為我們中方的出戰選手呢，是一位來自於廣東佛山年僅19歲的詠春拳女傳人王小慧。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了，帶着藍色拳套的姑娘打得非常的兇啊，沒有錯，她就是我們的詠春拳女傳人啊，才19歲的小慧。那麼這一次她是來到了日本的橫濱，也就是說我們本場比賽是客場作戰，來到了日本。好，我們仔細看穿着紅色拳套的家伙啊，就是日本的女拳王中村美优。好，在賽前接受採訪時，這個中村美优的確是非常的猖獗，她表示說自己呢是亞洲女拳王啊。我們看我們的小慧連續重擊，這個拳法明顯是有效果了，對方有點站不太穩。中近距離是发揮詠春拳最好的一個距離。我們看比賽開始，小慧呢可以說是全程在追着對方去打，這個氣勢上來說呢，已經是壓倒對方了。但是日本選手這個中村美優這個家伙的報價啊，雙手拿得很高。我們看小慧呢也是嘗試去打破對方的這個防守，的確有難度，但是沒關係，他防上面，我們打下面啊，上下其手。好，沒有錯，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的確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們的小慧把她的詠春拳啊發揮的非常的不錯。詠春拳呢是一個招式小、速度快的傳統武術啊，發源地呢也是來自於廣東佛山，並且啊它的創始人啊本身就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女師傅啊，所以說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啊，只有真正的女人女高手才可以把詠春拳發揮出最大的威力。實際上是這麼一個道理，因為詠春拳本身啊，它是帶一定的柔的屬性，女性的身體和她的柔韌性要更好啊，所以說呢，女性能把詠春拳發揮得更出色。好，我們看這個日本女拳王，很明顯啊，她已經被打懵了，觀眾朋友們。那麼在第一回合的話，他全程被暴打啊，幾乎是沒有任何反擊的一個機會。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我們仔細看，我們的小慧幾乎是不做防守，但是要小心，對方的話也是有一定的终擊能力。又一次疾風暴雨般的重拳，我們不斷的嘗試把對方啊壓制到某一個龍邊啊。這場比賽舉辦地點在日本，台下的觀眾也都是日本人，包括現場裁判也是日本人啊，只有王小慧啊我們是中國人。但當然，這個拳套不好說，觀眾朋友們，沒準是 Made in China， 我們中國產，哈哈，因為這個中國製造流向全世界。小慧才19歲啊，也就是18周歲，據說他3歲時就開始練習詠春拳。很早了。好，最後半分鐘的時間。好，連續正蹬呢，把對方壓制到龍邊，給對方做一個困獸鬥。
好，没有錯，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已經結束，2回合的大戰非常的精彩。我們的小慧兒把這個日本女拳王啊打的是一點招架之力都沒有。總而言之，這場比賽看的確是非常的解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也是非常的過癮。沒有錯，打日本選手，你別管是男是女啊，反正打了我們看着就是過癮，就是精彩。好，接着看一下雙方比賽第3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我们看這一回合，對方呢是有了摟抱的這麼一個行為啊，也是來限制我們。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回合的比賽了。そうですね。完全にもポイントは取られているので、繰り返すつもりで前に出てほしいですね。前に出たその後何がありますかね。そうですね。今パンチの打ち合いではやっぱり高梨選手に分があると思うので、先ほどローキックに切り替えたりもしたんですけど、何か一つ自分が出しやすい一つポイント。哦呦，小心，对方这一脚踢得很重啊！小慧，哦呦，又是一脚。我们小慧不仅是拳法厲害。那麼今天能看得到他的抗擊打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可以。好，距離比賽結束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看一下小慧本場比賽能否去 KO 對手啊？最好是能夠 KO 他。好，連續砸擊，這個重拳，哎呦，什麼情況？我們看日本選手啊，他整個人癱坐在了地上。哦，裁判趕緊終止了對局。我的天哪，太快了！詠春拳真不愧是詠春拳啊，快如閃電，我們根本沒有看清楚。我們再來看一下小慧是如何擊倒對手的。我們看連續的重擊，哦呦，慢動作之下，這個拳速度這麼快，很難想象在正常速度之下看不清楚也是很正常了。好，讓我們再次恭喜。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TKO， 廣東16歲詠春拳傳人傅涵參賽，重拳 KO 韓國女天才，嚇得韓國人趕緊扔出毛巾投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世界比武大會，走進韓國首爾站的現場。好，我們注意看左邊選手穿着灰色小背心的，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廣東佛山。
性的前手摆拳，漂亮，继续！哇，前手，我维修就啊，注意看，开局还不到20秒，吴雪松就被老外一拳打翻。此时台下的老外都开始庆祝胜利，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吴雪松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还加倍偿还，打得老外抱头鼠窜，怀疑人生。这跌宕起伏的剧情，连武僧一龙都看到傻眼。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搏击鬼才。年仅23岁就已经名声大噪，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打法风格，而且生涯总战绩19战全胜，从未有過失手。他便是搏击鬼才吴雪松。吴雪松不仅是一个搏击鬼才，同時他也是一個拼命三郎，既有天分又努力。觀眾朋友們，他不成功誰成功啊？而今天吳雪松的對手也是一個世界級的王者，他就是曾經的 WBC 世界拳王金腰帶的擁有者何塞·魯拉斯。此人身經百戰，而且這一次呢是來勢洶洶。而且賽前何塞·魯拉斯也公開表示，天才只是踐踏的門檻兒。這場比賽如果一個回合之內打不贏吳雪松，都算他輸。好，口氣的確不小，但是到底是騾子是馬，我們先出來溜一溜，就知道誰真誰假。何塞是一個多棲選手啊，泰拳、MMA都參加啊。是的，所以像這樣的選手，他會比較滑頭啊。經驗也多。對。所以今天對吳雪松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啊。今年是否能順利的拿到諸神之戰的小組出線？對。在整個2016年呢，是吳雪松呢，我覺得是他一個突然爆發的一個年份。吳雪松還是哇，這是一個冷拳，一個後手拳。雪松有點大意了。哇，看來老外賽前吹牛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我們，好像並不是開玩笑啊，他的確是具備這樣的本事。現在開局還不到1分鐘，吳雪松慘遭了一次讀秒，但是吳雪松畢竟也是一位天才選手，我們並不是軟柿子捏的。好，站起來的吳雪松現在很被動，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緩衝啊，來緩解一下自己的眩暈感。但何塞·魯拉斯會給他這個機會嗎？會非常善於這種中遠距離的這種奔襲。對，我們看一下雪松到現在也沒有特別的着急啊，還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這個假動作做得還比較不錯。對，剛才的一個後手的一個拳法擊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實我們看這兩個選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對，哇，雪松這個時候不能硬進啊。對，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靈活，而且身體的這個姿勢的改變啊，往往能夠躲過雪松的非常直接的進攻。對，他的攻擊路線比較多，漂亮。漂亮！標誌性的前手擺拳，拿回一城。觀眾朋友們，這就是傳說當中的大意失荊州啊！這何塞·魯拉斯滿腦子都想着如何去 KO 掉吳雪松，卻忽略了吳雪松的重拳有多麼的猛。現在兩個人1比1打平，各有一次擊倒讀秒。一回合還有最後50秒鐘的時間，我們看吳雪松的是不斷的前壓，他的腦子裡現在也很想要 KO 掉何塞·魯拉斯。我們看他攻擊距離也很長啊，所以這個時候本身何塞的這個就中遠距離奔襲就比較突然。對，然後雪松在近的時候一定要做好防守。對，哇，第一局剛剛進行了2分鐘，就雙方互有一次讀秒啊。雪松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不要跟何塞做這種中遠距離的這個動作的互換往返，要拉近距離做這種陣地的打法。好，觀眾朋友們，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啊，情節的確是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賽前這個老外揚言啊，他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不掉吳雪松，他就棄賽投降啊，就算他輸。但是很明顯，他並不打算投降，他想繼續戰鬥，想把面子找回來。因為在第一回合，吳雪松給他吃了一個重重的一拳，沒錯，就是這一拳。這一拳讓何塞·魯拉斯是顏面盡失，狠狠地打了他的臉。因為賽前何塞·魯拉斯表示說呀，天才只是踐踏的門檻兒，但很明顯吳雪松這個天才的確是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威脅。好，隨着眼前的美女登場，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雙方第二回合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好，我們來進入第二局，看看在這個雙方在技戰術上，我估計何塞不會變化他的技戰術。是的，因為本身呢，我們看雖然說何塞他是
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首先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中近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是的，都是放得很长。哇，第二回合的吴雪松呢是越打越猛，越打越有感觉啊，只想打到何塞·鲁拉斯的内围，而反观对手却畏畏缩缩，利用起了自己的超强臂展和灵活步伐呀，打起了游击战術。很显然，他对吴雪松的重拳啊已经開始忌憚了，他很害怕吳雪松啊打入到他的內圍。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這種，而他是從上往下去壓過吳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對，漂亮，击敗球！哇，剛剛又是一個前手後手前虛幾次啊！哇，前手，哇，微笑救啊！這我們看還可不可以？哇，觀眾朋友們，這個何塞·魯拉斯的忌憚是有原因的。吳雪松一旦打到內圍，果然真是沒他好果的吃啊！又是一個前手，現在需要打準的。哇，這是兩球，這個倒地的場面跟雪松 KO 看上去是慘的一模一樣。好，觀眾朋友們，精不精彩，好不好看？這場比賽吳雪松的表現，我只能用完美兩個字來形容了。雖然說開局並不是很妙啊，開局就慘遭讀秒，但是後面的話是扳回了一城又一城，直到拿下比賽勝利。這就是搏擊天才啊！不僅實力強勁，還有一顆非常穩的心態，有一顆大心臟。好，恭喜吳雪松！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再見。給我瞄準了打！他是泰國拳壇最硬的男人，揚言打中國人從不防守的佩查差。不過，當他遇到詠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欽時，這場比賽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我太難了。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拳手，就是號稱泰國有史以來最硬的男人。他的身體硬度據說比波球、比羅唐還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戰績到目前為止85勝26負，他輸過贏過，但是觀眾朋友們，他就是從來沒有被 KO 過，也從沒被擊倒過。他的人生座右銘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把我放倒，就是這麼狂。而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為他聽說他今天的對手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小將，而眼前的這個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對手，來自我們中國的詠春拳第23代傳人魏子欽。這個小伙將詠春拳帶到了現代搏擊擂台，而且目前為止生涯戰績26勝3負。可以說魏子欽這個小伙的出現啊，打了很多瞧不起並且質疑我們中國傳統武術啊不能打的人的臉。好，閒話少說，我們比賽開始。泰國的佩查差剛開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來的確是硬度相當不錯。這個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訓練呀也相當變態。別人訓練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樁子，而他的訓練就是被別人打。沒錯，站着不動啊，一動不動，讓不同的人來打他。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擊打能力，甚至還會用這個粗鹽啊來搓洗自己的身體和皮膚，以提升自己的皮膚硬度。我甚至一度懷疑這個家伙是不是有什麼這個受虐傾向。魏子欽相當靈活，連打帶閃，讓這個佩查差呢是看得見而摸不着。好，頂膝有命中。好，擊倒了。第一回合我們看，哇，這一下擊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個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魏子欽明顯想要乘勝追擊。連續的補刀，哦，這連串連打11拳的。
但泰国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变态。在这么一连串的猛攻之下呢，还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当的灵活。此时此刻，他就像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啊，把这个佩查柴呢当成了一头疯牛，当成了一头野牛来斗。好漂亮，又是一个上勾哦，顶膝。佩查柴有点上头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佩查柴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相当的愤怒，因为魏子钦打破了他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我们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招式啊都打得非常的实，你看，但是他的眼神并没有产生涣散，只不过呢是被魏子钦呢拳法的冲击力给打倒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很好辨认啊，橘色短裤的瘦小伙，中国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子钦，而黑色裤衩便是泰国最硬的男人佩查柴。第2回合的佩查柴明显是着急了。所以魏子钦是穷追猛打，穷追不舍。哎呦，但注意看他的右眼，哇，已经开口了。这个口子会随着比赛的深入呢越开越大。这也是佩查柴职业生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打出血。魏子钦还是要动起来，不要和对方呢站在一块打。如果硬碰硬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吃亏的啊。第2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在这一回合，佩查柴呢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啊，已经是完全不做防守了。因为他之前也说了，他说防守一下就是孙子。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爆杆拳打得太多啊！爆杆拳如果说被打太多的话，容易被打定住。魏子钦开始嘗試用一些頂手、砸手來擴大對方的傷口。因為詠春拳啊，它是一個招式小、速度快、攻防兼備的這麼一個拳法。說句實話啊，殺傷力的話，並不是特別的頂級。但詠春拳厲害就厲害在它的打擊密度啊，它的出拳頻率比較高。我們出5拳，對方能出1拳就好不錯了。我估計現在讓佩查柴的親生母親來看到他兒子的模樣啊，估計也認不出來了。兩隻眼睛被打得眯成了一條縫。好，第2回合比賽結束。哇，這個家伙可真是言出必行啊！說不防守，還真就不防守。哎，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皺着眉頭，應該是在抱怨着什麼？他應該是在說呀，這個家伙怎麼這麼抗打啊？就像是一個人形的木樁子啊，根本打不壞。在比賽的前2個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經是順利拿下。但是接下來還有最後一個回合，比賽還沒結束，還沒有到最後一刻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好，費特，最後一個回合，比賽繼續。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對方高了很多啊，居高臨下，所以說打得很舒服。我們能夠得到對手，而對方啊很難夠得到我們。
這一回合佩查柴依舊是相当勇猛，依舊是横冲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说是其他选手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裁判早就终止比赛了。但他是佩查柴，他的抗击打能力在整个拳击界相当出名了。所以说，裁判呢也是没有叫停比赛。第3回合最后的1分半。这个伤况太严重了，但是他呢还有体能啊，还在往前冲。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泰国选手佩查柴他唯一能赢的途径，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为在分数上双方差的實在是太悬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击数是对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击、不懂规则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来。好，连续的扫踢，魏子钦開始嘗試砍腿了。其實早就該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點，限制對方的移動能力，恐怕這個比賽啊早就結束了。我強烈建議讓這個佩查柴啊和我們中國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龍大師打上一場，兩個人對着打啊，誰也別防守，看一下誰更抗揍。我相信這個比賽啊絕對會票房極高啊。好，比賽結束。這場中國詠春拳對戰泰拳的對決，比賽結果我相信沒什麼懸念啊，最終的話沒有問題，恭喜魏子钦。但當然，這個瞧不起我們中國武術、瞧不起中國人的佩查柴啊，雖然說他很狂，但是他的抗擊打能力啊，的確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賽到此結束，咱們下期視頻再見。